有只雌性鹦鹉，白色的腹部，红色的羽毛，主人给它取了名字叫 Lucky。Lucky 平日喜欢牙牙学语，有时高兴起来甚至会发出笑声。我是坚文，这一期师承奇案的案件内容和 Lucky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一起和资深报人合影，回到上世纪70年代。1974年6月19号晚上将近10点，在中马路附近的旗贤街，18岁的学生孙佩佩跟母亲快走到住家时，忽然听到鹦鹉 Lucky 连声悲啼。不安的佩佩与母亲连忙赶回家，开门后只见30岁的哥哥孙开华全身是血，倒卧在卧室。25岁的大嫂林月华也横尸在厨房的血泊之中，而 Lucky 则在鸟笼内啼叫，像是饱受惊吓。那是哀嚎，还是因为目睹残酷的杀人过程？案发地点是一间2层楼的3房式主屋，楼下与楼梯间血迹斑斑，一直递到孙家的客厅。警方发现2间卧房、阳台、大门及楼下都留下了好几个断断续续的血脚印。警方在卧房与厨房套起了一些可疑的指纹，也在林月华遗体旁边收集了一撮毛发。2间卧房好像被人翻收过，客厅非常凌乱，但却没有遭人破门行窃的痕迹。孙开华夫妇结婚4年，育有2个女儿，分别3岁和2岁。还好，都交由岳父母与保姆看顾，没住在一起，逃过了一劫。小女儿的保姆也是孙开华的邻居，据他说，当晚8点45分，夫妇俩把女儿交托给他时，有说有笑，林月华还亲吻女儿告别，没料到竟成永诀。由于孙宅家里有一笔700元的现款，以及总值5000元的珠宝首饰原封未动，警方排除了借杀的可能性，把侦查方向转向仇杀这方面做深入调查。据警方查知，孙开华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0多年后，跟友人合伙另起炉灶。他豪爽好客，经常出入夜总会款待顾客。林月华则经营一家电话清洗公司，手下有一批清洁电话的女郎。清洁电话这一行，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，生意蒸蒸日上。2人交友广，人缘好，各自的事业如日中天。是否因此招人眼红？另外，这对夫妇男的帅，女的美，案件是否含有桃色成分？现场没有凶器留下，但从飞溅天花板和墙壁的血迹看来，现场显然曾经有过激烈的对抗。林月华死时脸朝后门，推测可能是她在见到丈夫遇害后，企图从后门太平梯逃跑，却最终还是遭了毒手。据法医指出，孙开华共有19道伤痕，林月华则有18道，2人的致命伤各有5处，全都集中在头部。这些伤痕不可能是夫妇俩自己砍的，也不可能是互砍，更不可能是杀人后再自杀。凶器可能是斧头，但法医无法肯定凶徒是否只有1人。验尸官后来判决，
这是起悬案。邻居没有听到孙宅传出可疑的声响，警方怀疑凶徒是熟人，才能不动声色登堂入室。可是此案不是完全没有目击者的。警方再三到现场取证时，总是会听到鹦鹉 Lucky 拍动翅膀悲啼，好像是要告诉警方什么似的。可惜的是，人鸟相对，皆哑口无言。如果你对这类案件充满好奇，请订阅频道，期待另一期的《师承奇案》。